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科幻感超重的东西。你先想象一下哦，有一个 AI，你不是用打字的跟他聊天，你是直接用说的跟他讲，帮我开那艘太空船，飞去前面那颗红色的星球，然后帮我找一个会发光的山洞。哇！然后他就真的在那个游戏画面里，像一个真人玩家一样，自己去操作键盘跟滑鼠，把这件事完成。所以不是为了赢，是当你的队友。对，他就是你的神队友，他是在玩游戏。听着很棒，听起来很酷，对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深入聊的 Google DeepMind 的一个大计划 Cima。特别是他最近刚发表了第2代，我们手上的资料还蛮齐全的。除了几篇科技媒体的分析，最关键的是我们有 DeepMind 团队自己公布的那份研究论文。我第一手资料。对，所以我们这次任务很清楚，就是要彻底搞懂 Cima 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平常在用的 ChatGPT 那些到底差在哪？然后它又可能会怎么改变我们对 AI 的想象？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来拆解。文章一开头就说 Cima 的目标不是要打造一个超会打电动的 AI。这点很重要。我就觉得奇怪了，他明明整天都在玩游戏啊，那他的真正目标是什么？你这个问题，完全问到点子上了。他的目标远比很会玩游戏要宏大太多了。他想做的是一个通用型智慧体。通用型智慧体，对，英文叫 Generalist Agent， 你可以把它想成 AI 界的通才。对，它的终极目标是，不管你把它丢进哪一个3D 的虚拟世界，任何一个，它都能听懂你用很自然的口语下的指令。就像你刚刚说的，去那座山头找发光的石头。或者是更复杂的，像是用那些木块帮我搭一座可以过河的桥，然后他就真的动手完成。等等，所以它不是像 AlphaGo 那样专门下围棋，然后下到世界第一。不一样，它是什么都要会一点。没错，而且最关键也最难的一点是他完成任务的方式跟我们人类玩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样？对，他只能看荧幕上的画面啊，只能看画面，然后透过模拟键盘跟滑鼠的指令去操作，他完全不能走后门。所以他不能像开外挂那样直接去读游戏的程式吗？完全不行，不能读任何内部数据。我懂了，所以他必须真的看懂画面上的东西是什么，才能决定说我下一步要按 W 往前走，还是要移动滑鼠去点那个东西。对，这听起来那个难度完全是另一个层级的。是的，这个就是它跟传统 AI 最大的差别。专业一点的说法，它是一个具身智慧体 （Embodied Agent）， 它是有身体的，即使那个身体只是虚拟的键盘滑鼠。了解。它必须透过感知来理解这个世界，然后才能行动。这个就直接挑战了 AI 领域一个很有名的莫拉维克悖论。莫拉维克悖论，那是什么？这个悖论简单来说就是对电脑来说超级简单的事情，像是下棋做很复杂的数学运算，对不对？对，我们人类很难。但反过来，对我们人类来说，几乎是本能，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像是比如在一个不熟的房间里走路、开门，去桌上把那个杯子拿起来。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对 AI 来说却是天大的难题。我懂了，Cima这个专案就是正面迎战这个难题。对，他要教 AI 学会那些我们人类觉得理所当然的技能。哇，要让一个 AI 学会这些，还要能适应各种风格完全不同的游戏，这个训练过程听起来就很疯狂。哈哈，我看到论文里那个训练用的游戏清单，我真的笑了出来。那份清单的确是这个专案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对不对？对啊，他们的训练场景不光是那种为了研究特别盖出来的那种很单调的虚拟实验室，还包括一大堆我们可能都玩过的商业游戏。真的，他们跟很多游戏开发商合作，所以训练环境里有像 No Man's Sky， 就是那个开太空船探索宇宙的科幻游戏，我知道。还有 Valheim 在维京世界砍树盖房子，生存游戏。还有 Satisfactory 那个要盖超级复杂自动化工厂的经营游戏。然后还有那个 Goat Simulator 3。
没错，就是模拟山羊3。我看到这个真的傻眼。所以 DeepMind 的科学家是真的在教一个顶尖 AI 如何扮演一只山羊在城市里到处搞破坏吗？没错，而且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哦，它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严谨。哦，怎么说？你想想看，模拟山羊那个世界有什么特别？很混乱。对，它的物理规则是夸张、混乱、完全不合常理的。确实，让 AI 去接触这种环境，目的就是要强迫它，放弃对正常世界物理规则的任何预设假设。哦，我好像懂了。所以关键不是要 AI 学会当一只山羊，不是，而是要把它丢到一个超现实的道场，让它的适应力被拉到极限。没错，这可能才是通往通用智慧的秘诀，不是只学规则，而是要学会去应对没有规则的状况。你完全抓到精髓了。这就有点像是你让一个飞行员学员先去学空中特技飞行，让他习惯各种极端的失速、翻滚，再让他回来开客机，那他肯定不一样。那他对于飞机极限的理解，肯定会远比那些只在模拟器里飞固定航线的人要深刻得多。有道理。Sima 的训练方式就是让他大量观看人类专家玩家的游玩影片，所以用看的，对，去模仿人类在看到什么画面时，会对应到什么样的键盘滑鼠操作。这个过程叫做行为复制。行为复制等于是把我们人类的直觉跟经验一点一滴的交给他。OK， 所以第一代的 Sima 就像个学徒，看着老师傅玩，然后模仿。可以这么说。但我看最近的报道，焦点全都在第二代 Sima 2上面，说它有什么惊人的大跃进。所以它最大的升级是什么？主要有2个算是杀手级的突破。哦，第一个是硬体升级，或者说是大脑升级。它的核心模型换成了 Google 目前最强大的多模态模型 Gemini。换成 Gemini 了。对，这让它的语言理解跟逻辑推理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它更听得懂人话了。不止，它现在不只能听懂简单指令，还能理解更复杂、需要好几个步骤才能完成的任务。你甚至可以问他，你打算怎么做？他会用语言跟你解释他的计划。哇，所以他不只是个执行者，还能跟你沟通策略了。没错。那第二个突破呢？我记得论文里提到一个更让我惊讶的点，就是他好像学会了自己教自己。这部分是怎么运作的？这一点确实最惊人，也是 Sima 2真正的进化之处。它具备了自主学习跟自我提升的能力。你看，在第一阶段，它确实像你说的是个学徒，靠着看大量人类玩家的数据来学习。对。但是 Sima 2在学完之后，你可以把它丢进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新游戏里。然后呢，他会当机吗？不会，他会开始自主游玩。自主游玩？对，他会自己在这个新世界里到处乱逛，反复试错。更重要的是，他会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自己设目标？对，然后评估自己的表现好不好。比方说，他可能会发现，敲碎这块石头会掉出亮晶晶的东西，然后他就会把收起亮晶晶的东西当成一个自我设定的任务。天哪！他在自主游玩中产生的大量新数据，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会被用来回头训练、优化自己。等等，所以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指任何新的人类示范影片了。完全不用。我的天，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玩家在摸索新游戏一样。所以他真的能自学一个新游戏的核心玩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他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迁移学习能力。迁移学习？论文里举了个例子，他能在 A 游戏学到用斧头砍树可以得到木头这个采集的概念，对吧？采集。然后当他被丢到 B 游戏，看到一把石子镐跟一块矿石时，他能自己推理出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工具去敲那块石头来获得矿物？哇！他理解了这背后那个抽象的工具资源的关系。这真的太强了。所以这种能力的提升，有实际的数据可以证明吗？有，而且数据上的进步非常显著。论文提到，在面对一个从没见过的新游戏时，西马万的任务成功率大概是落在15% 到30% 之间。15% 到30%。而进化到西马2，
同样的测试，成功率大幅跃升到了45%到75%。哇，75%！对，这就证明了它的自主学习跟技能迁移能力是真实有效的。哇，那听起来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看到 AI 在所有游戏里称霸，甚至比人类还强了？我想我们还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游戏排名了。真的吗？ DeepMind 的研究报告其实非常诚实，花了很多篇幅来说明它目前的极限在哪里。哦，说来听听。首先，它仍然非常不擅长需要长期规划的任务。长期规划，比方说，你给它的指令是盖一栋房子，这中间可能包含几十个步骤。先去森林砍树，再把木头做成木板，然后打地基、盖墙壁。哇，这太复杂了。这种需要记忆和规划一长串步骤的任务，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他的短期记忆是有限的。了解。另外，需要极度精准和快速反应的滑鼠操作，像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里的甩虐啊，那个对他来说也还是巨大的挑战。这点我可以理解，毕竟那对人类玩家来说也是最高等级的技巧了。没错。论文里好像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实验，是把它跟真人玩家放在一起做比较吗？对，这是我觉得整篇论文最关键也最有趣的数据。他们在 No Man's Sky 这款游戏里设计了一系列任务，然后找来经验丰富的人类专家玩家来完成。但重点是他们的评分标准超级严格。多严格？例如你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只要多做了一个无关的动作，像是多跳了一下，或是走错方向绕了点路，就算任务失败。这也太严格了吧？谁玩游戏不是边走边看，偶尔绕点路的？对不对？这对人类玩家来说都太苛刻了。没错。所以在这种零失误的严苛标准下，即便是人类专家的平均成功率也只有60%。哦，人类专家也才60%。这首先就说明了这些任务本身就很有挑战性。然后在同样的测试中 ，Sigma 2的成功率是34%。34%，虽然跟人类专家的60%还有段差距，但考虑到它是在一个复杂的3D 世界里，只靠看画面和听指令就能达到专家玩家1半以上的表现。这其实非常惊人了。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对照组数据。他呢也测试了一个跟 Sigma 2能力相同，但不给他任何语言指令的 AI， 让他自己乱试。结果呢？结果成功率只有11%。11%，所以从11%跃升到34%，这中间的差距就完全证明了西马是真的听懂了人类的指令，并照着指令去行动，而不是在瞎猜。聊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想，所以 DeepMind 砸下重本教 AI 玩模拟山羊，最终难道只是为了让以后游戏里的 NPC 变聪明一点吗？当然不止。让游戏 NPC 变得更聪明、更会互动，那可能只是这项技术最早也最直接的商业应用之一。但它真正的目标是通往物理世界的机器人技术。机器人？对，你想想看，在这些复杂的虚拟世界里学会的所有技能，像什么？怎么在一个3维空间里导航，怎么辨识和使用工具，怎么跟周遭环境互动，怎么理解拿起、放下、推开这些指令这每一项不都是未来家用机器人、助理机器人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吗？我懂了。所以游戏世界等于是一个成本极低又绝对安全的训练场。完全正确。AI 在 No Man's Sky 里把太空船撞毁了，没关系，按个钮重来就好。对。但如果这是一台在现实世界里的无人机或机器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就是这个道理，虚拟世界让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现实风险和高昂硬体成本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去研究和扩展这种具身智慧。有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个技术的潜力太大了，所以目前 Sigma 仍然是一个纯粹的研究专案。还只是研究。对，只有少数合作的学术机构和游戏开发者能够接触到，以确保在技术完全成熟、风险可控之前，不会被用在我们还没准备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一个能透过观看人类，然后自主练习，来学会玩几乎任何3D 游戏的 AI。这背后的核心意义其实远远超过了游戏本身。没错。而是关于如何让 AI 真正的去理解并行动于一个世界之中，哪怕这个世界一开始只是虚拟的。没错。
论文的结尾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观点。哦，他们认为这种在丰富的虚拟环境中的具身学习，反过来也能增进 AI 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这怎么说？当爬山这个词对 AI 来说，不再只是一个文字符号，而是跟视觉上看到陡峭的斜坡，以及操作上需要持续按住 W 键的这种体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才算真正理解了这个词的深层含义。把文字跟体验绑在一起。所以，这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要让 AI 真正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语言，最关键的一步，是否就是教它如何在我们的世界中玩耍？即使一开始只是在虚拟世界里。当一个 AI 不再只是处理抽象的文字，而是必须亲身体验生存、建造和探索的过程时，又会涌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新能力呢？